哇，泰国房子好便宜哦，只要几百万就能买到市中心豪宅，投资回报率6%起跳，退休养老首选。现在不买，以后就买不起了。这几年，你们在 IG、在 YouTube 上，是不是看过无数网红、投资专家拍着美美的影片，告诉你泰国房地产是中产阶级翻身的最好机会？他们在无边际泳池畔喝着椰子水，告诉你，只要在曼谷买一间房，你就能过上这种上流生活。结果呢，1年不到，报应来了。就在几个月前，泰国爆发了被当地金融业者称为100年来最糟糕的房市崩盘危机，不是普通的修正哦，是100年最惨。数据不会说谎，我们来看几个触目惊心的数字。2025年，泰国房屋抵押贷款总额首次出现负成长。原本大家以为只是300万泰铢以下的低端市场出问题，结果火烧连环船，连300到500万的中产阶级房产成交量都腰斩，甚至连1000万以上的高端豪宅，外国买家都在撤离，变成了一座座鬼城。大曼谷地区的新屋成交价普遍崩跌10%以上。你以为二手市场很热络，那是因为一堆投资客在断头求售，那是逃命潮，不是繁荣。那些当初信誓旦旦叫你去买泰国房产的网红，现在人在哪里？他们早就把佣金赚饱饱，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来的是套在高点的你，是卖不掉也租不出去的房子，是你那一去不回的血汗钱。但是各位，就在泰国房市尸横遍野的时候，我看建设群媒体上又吹起了一股新的妖风。这次不推泰国了，这次改推更高级、更奢华的杜拜。杜拜黄金签证，零税负，全球最高租金回报。同样的话术，同样的套路，只是换了一个国家，换了一批镰刀。你是要继续当那颗被收割的韭菜，还是要跟着我看穿真相？大家好，我是麦门。在我的交易观念里，有一条铁律：当擦鞋童都在讨论某样商品时，就是趋势反转的开始。今天这部影片，我要撕开海外房产光鲜亮丽的包装，告诉你为什么现在去杜拜买房是你这辈子做过最危险的决定。特别是影片最后，我会点名3种人。这3种人如果去买杜拜，根据我的风险模型推算，你的资产流动性极有可能会归零。杜拜房产的4大真相。很多人会说，杜拜不一样啊，杜拜有石油，杜拜是中东金融中心，怎么会跟泰国一样？好，我们来讲讲逻辑。杜拜确实有过经济奇迹，从一个小渔村变成现在的摩天大楼群，但这个奇迹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如果你真的想去杜拜置产，请先听完这4大真相，听完你还敢买，我佩服你的勇气。真相1，杜拜是虚胖的经济巨人。杜拜的发家史大家都知道，靠石油，但是石油总有一天会挖完，所以杜拜很聪明，转型做旅游、做金融、做房地产。听起来很励志，对吧？但事实是，直到2025年，杜拜的经济依然高度依赖石油红利。更可怕的是，它的经济成长是靠房地产硬撑起来的。这就跟中国以前的模式一模一样，看似是经济发展支撑了房价，其实是房地产泡沫在支撑经济数据。IMF 早就警告过，杜拜过度依赖房地产，不确定性极高，一旦国际油价波动，一旦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杜拜这个建立在沙漠上的帝国，随时可能因为地基不稳而崩塌。真相2，外资是潮水，退潮时你会死得很难看。那些网红会跟你说，杜拜有黄金签证，全世界的富豪都抢着来，接盘侠源源不绝。没错，外资会涌入，但外资逃跑的速度比谁都快。你们记不记得2008年金融海啸，当时杜拜房价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国际热钱瞬间撤离，杜拜房价直接崩跌超过 60%，60%啊！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你的2000万直接剩下800万。无数的投资客断头、破产、跳楼的跳楼、逃亡的逃亡。现在的情况跟当年有多像？通膨率飙升，生活成本高到离谱。在杜拜吃一顿晚餐要$150，租一个小公寓要$2000。除了顶级富豪，一般中产阶级根本活不下去。
Fitch 已经预测2025下半年杜拜房价将面临 15% 的修正，因为新盖的房子太多了，但真正移入的人口却跟不上。这就是供过于求的前兆，这就是崩盘的序曲。真相3是所有房仲绝对不敢告诉你的。杜拜 90% 的劳动力是外来移民，主要是南亚人，他们受到一种叫卡法拉制度的束缚，护照被扣押，薪水被剥削，过着像奴隶一样的生活。人权观察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每年都在发报告谴责杜拜的人权问题，政府压制言论自由，随意拘留异议人士。你可能会想，这跟我买房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这代表这个社会的底层结构极度不稳定。人权观察组织每年都在发报告谴责。试问，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你会想在一个社会阶级极度不平等，随时可能爆发劳工动荡的地方长期定居养老吗？没有人想长居就没有刚性需求。在操盘上我们常说，没有量能支撑的价格都是虚涨。杜拜的房价靠的是短期的热钱，而不是长期的居住需求。当热钱一退，这座用沙堆起来的城堡会崩塌的比谁都快。还有环境问题，你以为杜拜空气很好？错，2025年杜拜的空气品质指数经常超过140，属于不健康等级，是全球10大污染城市之一。沙尘暴、工业排放，还有那个为了造人工岛而破坏的海洋生态。试问，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你会想在这种空气有毒、没有言论自由、社会阶级极度不平等的地方长期定居、养老、教育下一代吗？不会，你顶多去玩几天就走了。既然没有人想长居，那房地产的刚性需求在哪里？没有刚需，房价就是空中楼阁。真相4，洗钱天堂与烂尾楼的诅咒，这一点最致命。美国调查报告揭露，杜拜已经成为国际非法资金的洗钱天堂。这意味着很多买房的人不是为了住，也不是为了租，是为了洗钱。这让市场充满了法规风险。一旦国际反洗钱组织出手制裁，这里的资金链就会瞬间断裂。而且杜拜是全世界著名的烂尾楼博物馆，最著名的棕榈岛系列，除了朱美拉棕榈岛成功了，其他的呢？杰贝阿里棕榈岛烂尾了20年，现在岛上只有桥梁残骸。世界群岛耗资150亿美金，结果变成了海上废墟，荒无人烟。现在纳克希尔又说要重启计划，要搞智慧城市，这听起来像不像那些庞氏骗局快倒闭前都会画一个更大的饼来骗最后一波钱？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而受伤的永远是健忘的韭菜。除此之外，我还要揭露一个所有海外房产中介最爱用的数学魔术，叫做保证租金回报率。你一定听过这种话术，买我们的建案，前5年保证每年 8% 获利。听起来很诱人，对吧？在台湾定存只有 1% 多， 8% 简直是暴利。但各位，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以为建商是慈善家吗？真相是，这房子市价可能只有1000万，但他卖你1400万，多出来的这400万就是拿来分5年，每年发给你，假装是你的租金获利。这就是拿你的钱配息给你，等你5年约满了，房价回归真实行情，你想要脱手，才发现现亏 30%。 这时候建商早就撤场了，留下一堆没人要租的空房给你。泰国百年最惨危机。我们把镜头拉回泰国，为什么我要一直提泰国？因为泰国就是杜拜的前车之鉴，在泰国房市正在上演一场教科书等级的多杀多惨剧，同样剧情即将在杜拜一一上演。致命伤1，外国人产权限制，让你想跑都跑不掉。很多网红没告诉你的是，外国人在泰国只能买公寓，不能拥有土地和透天别墅。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买到的只是这栋大楼里的一格空气。当大楼老旧了，土地价值你也分不到，而且因为只能卖给外国人，你的二手市场非常狭窄。我常跟读者们说，进场前要先想好怎么出场，投资人优先考虑风险。但在泰国房产，出口的大门是被锁死的。当你想卖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场上根本没有对手盘。致命伤2，银行收紧银根，
泰国现在贷款通过率不到40%，连高薪专业人士都贷不到款，银行为什么不借？因为坏账率太高了，这直接切断了房市的资金活水。杜拜呢，虽然现在热钱还在，但只要油价一跌或者全球经济衰退，银行收伞的速度绝对比泰国还快。到时候你想卖房，抱歉，买家贷不到款，你只能看着房价归零。致命伤3，供应严重过剩。泰国曼谷周边有15万套空屋卖不掉，新屋供应量比需求高出 35%， 这就是为什么新房卖不动，二手房却成交量大增，因为二手房都在跳楼大拍卖啊。杜拜现在也在疯狂盖楼，供应量年增 16%， 远超人口增长。这剧本是不是很眼熟？当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崩跌是唯一的物理定律。那些现在还在吹捧泰国房产 CP 值高的网红，他们是在害你，他们是在帮建商清库存，帮投资客找替死鬼。现在泰国房市已经进入了结构性崩坏，不是1-2年能恢复的。而杜拜正走在同一条通往地狱的路上。3种投资者，谁在裸泳？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风险这么大，为什么网络上还是一堆人在推？我们来剖析一下，这些热烈宣传海外房产的人到底是些什么牛鬼蛇神。这世界上推销杜拜房产的人大致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房地产业者与代销，这些人是利益共同体，他们靠佣金过活，佣金高得吓人。他们的工作就是把缺点粉饰太平，把沙漠说成绿洲，把烂尾楼说成未来地标。他们的话，你连标点符号都不能信。第二类，收钱的 KOL 与网红，他们收了代销的宣传费，或者是建商招待他们去杜拜玩一圈，住5星级饭店，拍几张美照，然后他们就回来发影片，说杜拜房产让我财富翻倍，跟我一起投资。他们意在制造风潮，吸引跟随者接盘，等到崩盘了，他们会说，哎呀，投资本来就有风险。他们毫发无伤，受伤的是信任他们的粉丝。第3类，少数的幸存者，确实有人在杜拜赚到钱，但那些人是经过深度研究，长期居住在当地，懂法规，懂阿拉伯语的专业投资者，他们的人数极少，宛如沙漠中的绿洲。而你，一个连杜拜在哪里都要看地图，连当地法律文件都看不懂的小白，你凭什么觉得你能成为那1%的幸存者？这就是投资界最残酷的幸存者偏差。你只看到了网络上那几个炫富的成功案例，却没看到海面下成千上万个赔到脱裤子的失败者。投资界有句箴言，靠运气赢得的财富，终将因实力而还回去。这3种人，你的资产正在亮红灯。如果你听到这里，心里还有一丝丝想去杜拜或泰国买房的念头，请你对照一下这份死亡名单。根据过去20年的海外房产数据，如果你符合以下特质，你的亏损几率高达 90% 以上。第一种人，想靠租金养房贷的小资族。你算盘打得很好，杜拜租金投报率 6%， 房贷利率 4%， 我还能赚 2% 利差，以房养房。别傻了，你忘了算汇率风险。如果你赚的是台币，背的是美元债务，汇率的波动率往往会吃掉你微薄的利差。只要台币贬值或者美元升值，你的负债成本就会暴增。更何况，万一租不出去呢？在操盘里，这叫做现金流断裂。一旦断租，每个月的高额支出会直接让你爆仓。另外，还有空置期、物业管理费、维修费，你的利差瞬间就被吃光了。杜拜现在供给过剩，租客选择多的是。一旦断租，每个月高额的房贷和管理费会直接压垮你的现金流。第二种人，听信网红话术，没做功课的跟风仔。你连杜拜的永久产权和租赁产权都分不清楚，连当地的遗产税法规都不知道。杜拜对外国人的遗产继承法规很复杂，你只是看了几支短影音，觉得好酷、好奢华，就冲进去了。你就是最完美的韭菜。你在资讯极度不对称的情况下进场，你买到的绝对是当地人不要的烂物件，或者是溢价极高的盘子价。第三种人，资金不充裕，无法承担，流动性归零的人。海外房产最大的风险不是跌价，而是卖不掉。在台湾，
房子卖便宜点，总有人接。在杜拜，在泰国，一旦市场反转，外国人撤离，你的房子是卖不掉的。交易最怕的不是赔钱，而是无法停损。你想砍单都砍不掉，只能眼睁睁看着资产归零。如果你没有这笔钱归零也没关系的财力，千万不要碰海外房产。你想降价卖，抱歉，没人接盘。如果你家里急需用钱，这笔钱是拿不回的。最后，我想跟各位说几句心里话。我们身处在一个焦虑的时代，台湾房价高不可攀，薪水停滞不前，大家都很急，急着想翻身，急着想找下一个投资天堂。这就是为什么泰国、杜拜这些海外房产广告能趁虚而入的原因。他们利用了你的焦虑，贩卖给你一个虚假的梦想。但是各位，请记住2句话：你不懂的东西不要碰，离你太远的资产不要碰。与其去赌那个虚无缥缈的沙漠奇迹，不如把钱留在身边，投资你自己，或者投资那些你真正看得懂、摸得到、有流动性的资产。海外置产若非生活必须，千万必须谨慎。若真有意投资杜拜，建议先在当地住个半年，去感受一下那边40度的高温，去看看那边的劳工环境，去了解一下真实的社会脉动，千万不要冲动行事。在我的 Press Play 专栏里，我常教大家如何识别这种糖衣毒药。真正的投资应该是枯燥的，是固定模组的，而不是听网红在泳池边讲故事。这场跨国的割韭菜还在继续，下一个被推出来的可能是越南，可能是马来西亚，甚至是更偏远的国家，套路都是一样的，保护好你的钱包，保护好你的未来。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揭开了你心中的疑惑，或者救了你一命，请你按赞、订阅，并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那些正准备去海外买房的朋友。如果你认同我的理念，如果你想学会怎么像猎人一样思考，而不像韭菜一样盲从，请你按赞、订阅，并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身边那些还想冲进房市的朋友。我是麦门，我们下个影片见。